大家好，今日係2025年嘅1月13日。咁啊，即係全球咧電信詐騙啊、網絡詐騙啊，都係非常之普遍噶啦。而家呢個網上時代啊，就特別多，英國都有嘅喎，經常就有一啲咧假嘅連結啊，發送到你手機，就話俾你知你違例泊車啊，或者咧一啲嘅電話費啊、水費、電費啊逾期罰款。咁啊，然後咧要你撳入去，或者咧話俾你知有個包裹未收，撳入去叫你提交信用卡嘅資料，就盜取你信用卡資料，呢啲都係好常見。咁但係問題，全球咧網上詐騙咧、電信詐騙最嚴重嘅群體就係華人啊圈子啦。無論你係馬拉或者係新加坡、台灣、中國、香港以及咧喺歐美一啲華人嘅圈子咧，都經常咧會有電信詐騙，而且咧金額咧係可以係天價嘅喎。咁啊英國咧之前亦都係啦破獲到一啲電信詐騙啊嘅案件，哇可以係非常之犀利嘅。英國、美國都係收到好多華人圈子啊。咁啊之前英國咧就有一個Chinese Takeaway 嘅員工，喂佢就係以 Chinese Takeaway 員工身份去掩飾，其實就係電信詐騙集團咧管數嘅一個女人嚟嘅，就係喺屋企咧藏有咗數以億計以億磅計嘅呢個比特幣，係喺緬甸柬埔寨咧詐騙集團咧所得嚟嘅一啲嘅資金嚟嘅，都非常之恐怖啊！咁啊歐美咧嘅華人圈子裏邊咧好多都會有呢啲電信詐騙嘅新聞，所以咧啲西方嘅網站咧，尤其是啲警方個網站咧，喂好多時候咧就特登整個中文版咧，話俾你知，叫你如何要小心呢啲電信詐騙。香港都有啦，香港咧都係受害者嚟啦，成日有啲電信詐騙咧，每日都基本上咧，如果你冇裝啲過濾軟件咧，每日都收到好多噶啦，話咩順豐快遞話海關入境處公安國安而家多咗話你知係國安啦，就係呃你錢、呃你戶口、呃你呢個個人資料，咁有啲真係老人家咧，好容易中招噶喎。呢個情況係咁，但係咧近年咧，除咗話呃啲香港人中國人、華人之外咧，仲綁架你去呢個嘅緬甸柬埔寨園區。咁當然啦，一開始最常見咧就係話俾你知，有兼職嗰套電影《孤注一擲》都係噶嘛，話俾你知請你去新加坡做呢個嘅網絡工程師啊。咁結果咧就話要去到緬甸轉機去新加坡，然後喺緬甸咪綁咗你咯。柬埔寨咪綁咗你咯，咁你有啲人真係不知所以噶嘛，以為真係轉機噶嘛，咁呢種係第一種或者第二種咧就係引起你嘅貪心，話俾你知咧係帶水貨嘅、走水貨嘅，然後最後綁咗你做兼職綁咗你，咁呢啲咧係第二種。第三種咧就好似咧最近大陸演員黃星咁啊，黃星咧就係喂去泰國拍戲咯，拍一戲咧嗰啲中國人咧。有啲嘅工作人員就話負責接送佢啦，結果咧就帶咗佢去園區喎，由泰國帶去園區。喂，咁坦白講，泰國理論上個治安咧比柬埔寨同埋比呢個緬甸梗係好好多噶。以往咧泰國咧都係華人咧旅遊嘅熱門勝地嚟嘅，我哋都好中意去泰國噶。咁我以前同阿趙太就去泰國咧去做 SPA 啦，住啲好靚嘅酒店6星級嘅酒店，但係價錢咧就比起即係發達國家咧就平一大截嘅。然後我哋就會游水或者去扎道買啲家品咁都好開心㗎喎。咁亦都喺泰國咧食啲好高級嘅法國菜 fine dining 咧，價錢咧亦都比起歐美咧，比起香港食咧就平一大截㗎。喺啲高級酒店度食 fine dining。咁咧但係即係個問題嚟啦，呢個嘅泰國咧以往係感覺到安全但係而家連明星都綁咁，仲有東張西望亦都報道有啲香港人咧又被騙去。咁嗱，佢哋警方或者官方就話冇人被綁，主要係被騙去嘅。咁但係你唔怕一萬就自怕萬一啦，所以咧陳奕迅有一個演唱會咧，本身咧就原定喺下個月2月22號喺泰國咧舉行嘅，咁賣晒飛噶啦，亦都座無虛席噶啦，陳奕迅嘅演唱會咁唔好話陳奕迅啦，上次我睇倫敦鄭伊健演唱會喂都有唔少人咧。特登喺香港或者係中國其他地方咧飛嚟聽鄭伊健演唱會喎，喺香港特登飛去聽喎，即係唔係講笑喎，有啲鐵粉係咁所以鐵粉梗係即係去到邊度都追到邊度噶嘛，矢志不渝噶嘛。咁結果咧就係呢個嘅 Eason 咧嘅演唱會喺2月22日，而家咧就要取消啦。個原因係因為喺網上咧流出一啲截圖，詐騙集團嘅經理就話咧好多咧傻白甜就會嚟泰國睇演唱會啦。
因為佢喺泰國搞演唱會啫，但係有唔少嘅粉絲，可能有千計萬計嘅粉絲由中國大陸飛去噶嘛，或者仲有啲其他嘅星馬嘅華裔嘅一啲嘅聽眾啦、觀眾啦，好近啊嘛，你新加坡、馬來西亞飛去泰國聽一場演唱會都唔係遠噶，如果鐵粉真係何樂而不為啊？咁喂，嗰啲嘅詐騙園區嘅經理就話咧，啲傻白甜咧，女嘅就有啲好靚嘅，男嘅有啲有錢嘅，出國睇演唱會梗係有錢啦。佢哋就組成一啲嘅應援團，就扮成應援團，就一齊去組隊啦，一齊租車，一齊咧，可能話俾你知，我係泰國華僑嚟噶，我熟路啊，我知道咧去邊度演唱會咧，見到 Eason 嘅酒店喺邊度入住可以睇到喎，咁可能就因為咁咧，就騙佢哋上車，然後帶佢哋去緬甸柬埔寨喎，咁呢個真係，喂，如果真係發生啲咁嘅事，唔怕一萬，只怕萬一，就非常之危險啦。咁所以陳奕迅咧就喺呢個時候咧當機立斷啦，就係終止咗演唱會。咁當然泰國嘅 fans 亦都覺得好失望嘅，佢話：你淨係顧住啲中國嘅遊客冇顧及我哋嘅泰國嘅 fans 喎。咁當然就係順得哥情就失嫂意啦。咁無可奈何嘅。咁呢啲電信詐騙，喂，變成咗綁架。當然大陸嘅演員黃星就走出嚟啦，就話冇嘅，唔係綁架嚟嘅。泰國好安全，以後都會去，感謝泰國警方。咁佢喺泰國警方協助底下就拍咗一段影片。咁但係人都會覺得呢個時候覺得風險梗係比以往高咗好多啦嘛。咁但係問題咧，我今日想探討嘅咩咧？我就睇咗一篇嘅博士論文。呢篇博士論文咧喺英國朴茨茅夫大學一個中國學生啦，叫做韓冰。咁佢又寫一篇博士論文嘅，就專係研究點解華人咧會特別容易中招嘅電信詐騙啊！華人係中招，中國人中招係最嚴重嘅。呢啲賣豬仔湯豬嘅騙案係特別嚴重嘅。咁有全文下載嘅，側邊呢度可以撳入去嘅全文下載。咁我就粗略地睇咗，咁可以同大家分享下佢嘅觀點，再結合一下我自己嘅分析啦。呢個嘅電信詐騙咧喺中國好嚴重，2023年嘅論文嚟啦。咁呢篇博士論文，咁裏邊有好多有用嘅數據咧，係有興趣可以自己睇嘅。咁呢個數據我唔詳細引述啦，反正就係中國電信詐騙，即係每個地方有啲嚴重啦。英國可能入屋行劫、偷車、搶電話，犀利。中國電信詐騙咧個金額咧就遠比偷車咧，遠比入屋行劫咧就多無數倍噶啦。因為電信詐騙咧動輒可能至少少則呃你幾萬，多則呃你幾億噶。咁幾千萬幾百萬咧都好多。咁我曾經聽過有啲朋友嘅親戚都係啦，話俾佢知佢個仔俾人哋捉黃腳雞啊，要你攞錢嚟贖啊，如果唔係就爆你大鑊。咁真係有啲人會相信嘅，啲老人家相信咗，咁傾家蕩產100幾十萬、3幾百萬拎出嚟咧，就保住個仔唔好俾人捉黃腳雞啦，公眾人物如何如何真係有啲咁嘅情況。呢個喺華人社會咧，根據呢篇博士論文嚟講咧，個比例規模係最大嘅，比起因為佢英國嘅博士論文咧，比起英國嘅行劫入屋行劫、搶電話、搶手機咧，中國嘅詐騙無論以每一單嗰個金額，還是以平均嘅單額，以及以總數計咧，都係多好多。咁當然啦，有啲話，入屋行劫嗰啲咧，冇得小心啊嘛，你冇得小心，人哋要搏你間屋，或者係街頭搶你手機。你係避無可避嘅，但係詐騙就可以醒目啦，即係 cut 咗電話線啦。話雖如此，咁但係有一啲老人家可能嗰個認知能力或者係對世事嗰種理解能力可能唔係咁高咧，佢就容易墮入呢個陷阱喎，或者仲有唔係話蠢咁簡單喎，因為有時識見嘅問題、判斷力嘅問題嚟嘅。你話年輕人就話佢聰明同蠢啫，咁但係有啲中年、老年人士，個認知能力可能係冇咁好嘅時期咧，會容易中招，呢個係其一。但係根據呢篇論文同埋結合我自己一啲嘅分析咧，我認為咧可以有以下幾點咧可以值得討論嘅。中國嗰個詐騙咧咁嚴重，點解佢哋會專係綁中國人咧？就係因為佢要綁完咧，就係要針對翻中國人、台灣人、東南亞人咧，係分即係進行呢個嘅詐騙啊嘛。所以佢一定係要綁華人噶。因為你華人你文化先熟嘛，你綁個新加坡人，你就要打電話翻新加坡；綁馬拉人就打電話翻馬拉，你係要扮到係似噶嘛，你就打電話馬拉話俾你知，我哋而家係檳城嘅唔知乜嘢司法部嘅調查員而家同你講你要馬拉口音你先得噶嘛，
你要識講可能客家話有啲客家口音先得噶嘛。台灣亦都係，你梗係要捉啲台灣人去要同佢哋講到台語，咁你先可以呃到啲阿嬤阿婆佢哋係交出佢哋嘅銀行戶口資料喎。咁所以一定係要在地嘅，所以點解就要揾香港人咁解啫嘛？點解要騙啲香港人？點解要綁香港人、澳門人？就係因為要騙翻在地嘅人。咁你喺香港咧，早年咧嗰啲咧就係成日聽嚟嗰啲話咩自己係海關入境處，但係滿口鄉音嘅，你都覺得佢唔可靠，你一下 cut 咗線啊嘛。但係如果你真係綁個香港人咧，佢係香港人嘅口音然後打嚟同你講話你係入境處，然後如何話俾你知你係國安部。而家咧就要如何調查你嘅銀行戶口，你個刻可能咧係會信任佢個機率係會高咗嘅，咁所以一定係綁翻在地嘅。咁其次咧就係點解華人圈子裏邊特別多咧？呢篇博士論文嘅分析就係，華人咧係更重情感因為如果個仔咧俾人捉黃腳雞咧，個阿媽拎錢去贖咧，話揞住件事個機會率咧係比西方高好多噶，因為西方咧。喂，如果個仔捉黃腳雞，佢可能會負責嘲笑埋個仔一份喎。個仔已經長大成人啊嘛。如果係政客嘅俾人捉黃腳雞，可能佢會督埋個仔一份喎。或者主動爆大鑊，或者唔理，咁都有可能。但係華人咧更重視情感，所以呢個咧佢係第一個分析啦。第二個啦，中國咧嘅移動支付咧，微信支付咧係最方便嘅。咁所以咧，如果你係網上詐騙，用咗二維碼掃，就好容易咧將啲錢轉，係比西方咧更容易。不過咧，2023年寫一篇博士論文，其實今天西方嗰個電子支付方便程度比起中國唔會有太大分別，可能有過之而無不及添啊。咁所以呢一點咧，亦都未必係一個我認為合理嘅原因。咁咧，佢認為第三點咧就係對權威同埋官方機構嘅服從啦。中國民眾咧對權威機構包括銀行啦、稅務啦、公安啦、客服啦嗰啲重要大企業嘅客服啦，一直有一種順從同埋敬畏喎。所以咧，詐騙者咧冒充政府公關啦、公檢法單位，話俾你知你係國安國保然後咧往往就可以令到咧呢個嘅民眾有短暫嘅恐懼同壓迫感，不假思索就交出資料啦。咁呢個其實咧就係我以前解釋過嘅。金耀基教授所講嘅權威性人格啊嘛，中國人咧素有權威性人格，權威性人格特點係咩咧？唔重視投入文化，只重視產出文化，即係話邊個做皇帝有乜所謂啊？最緊要有飯食，呢個就係中國人權威性文化特點啦，就係有臣屬文化，會願意接受人哋嘅統治會叫縣官咧做縣老爺，會當佢哋官員咧做父母官。認為咧自己嘅地位咧係比官員低好多等嘅，認為咧自己嘅地位係微不足道，而官員咧係高高在上嘅。呢個就係金耀基教授所塑造中國人叫權威性人格嘅特點。幾千年嚟都係有一種敬畏之心，即係用一種由下而上嘅敬畏之心。咁所以如果啲詐騙犯咧扮成係高高在上嘅調查員、公檢法、國安人員，你就會容易信，容易交出你嘅資料咯。呢個喺西方就唔同啦，西方咧打電話話俾你知，喂唔知邊個嘅 police 或者 FBI， 分分鐘你俾人講粗口問候添，因為你成日睇美國嗰啲網絡影片咧，有一啲叫做公民記者啦，或者叫做呢個嘅憲法修正案嘅教育員就係經常咧去挑戰啲警權嘅，攞住啲鏡頭啦去拍啲警員啦，如果啲警員阻止佢咧。發生衝突啦，非法拘禁啦，就可以咧獲得警局咧數萬至到數十萬、數百萬美元嘅賠償不等嘅。經常有啲所謂嘅憲法守護員就係做呢啲嘢嘅。因為西方佢哋普遍係唔信任公權力噶嘛，懷疑公權力噶嘛，邊個做總統、邊個做首相、邊個做總理都質疑嘅，何況係啲所謂嘅低級嘅行政人員、低級嘅公檢法，話俾你知你係咩入境處。咁對方就話你攞窩輪嚟先講啦，係咪啊？有咩法庭講？即係西方咧就普遍咧個第一就唔害怕官員，呢個意識係較高。中國文化咧權威性人格或者華人社會就係害怕官員所以人哋一打嚟咧，你信咗對方嘅身份咧，你就會感到恐懼啦。佢不斷打電話，打1000個電話，1000個電話有2-3個人信，而2-3個人裏邊咧有1個人咧係會交出銀行資料轉款俾佢哋。咁佢哋都發達噶咯，其實係
個比例都相當高嘅喎。你雖然有900幾人係 cut 線咧，有幾個人聽咗電話，咁佢就中嘅咯。其實就因為咧就利用呢種權威性人格。第二咧就係西方社會咧普遍對公權力嘅不信任啊，而且咧就係除咗對公權力不信任咧，仲相信法治喎。認為如果真係有咩問題嘅，咪你 send 個法庭信嚟咯，send 個呢個嘅法庭文件嚟咯，有咩咪可以同你打官司咯。西方就有較完善嘅一個審核制度，可以上訴然後咧就可以咧喺法庭裏邊辯解。但係中國普遍咧就唔係喎，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喎，就覺得嗰一刻咧坦白咗啦身有屎佢本身自己。好多時候有啲做生意嘅人，哇，身有屎就交出咗銀行資料，甚至乎咧有啲高級知識分子喺台灣咧，中研院以前一個副院長歷史學者嚟，都係研究經濟史，我認識佢啊。咁咧佢都中咗招啊，就係又話有人打電話去，佢知佢嘅身份啦，唔知點樣獲取知佢嘅身份啦，就話你以前可能涉及到一啲貪污啊。咁佢話我絕對冇，佢話如果冇咧，你就將你銀行嘅錢交出託管，直至調查完咧就放翻錢俾你，幾千萬台幣嚟喎，佢都交出咗去喎。咁係咪身有屎咧？咁未知。咁但係反正咧就係華人社會普遍咧有生不入官門，死不入地獄。佢哋咧就係普遍對法庭、對司法制度、對訴訟程序係感覺到害怕，或者係普遍不信任。而西方咧就普遍信任司法系統，所以變成咗呢啲詐騙咧係冇咁猖獗啦。西方相對冇咁猖獗啦。喺亞洲咧，喺華人社會咧尤其嚴重，所以點解全球第一受到詐騙打擊嘅就係華人社會啊嘛。咁呢篇論文第3點就係咧中國人咧怕面子喎，因為中意面子呢個問題啊嘛，所以咧受到詐騙嘅時候咧，往往咧就唔向其他人求證啦，因為受到詐騙。咁有個懷疑電話，你又唔問下附近啲人，唔問下鄰居，唔問下可信任嘅人。咁呢個詐騙犯咧就會利用到不想欠人情，保住名聲，就係呢個心理咧，就去一啲嘅民眾。咁唔會問多幾個人。咁如果西方唔係㗎，有人話俾你知，我係CIA 嘅，我係 FBI 嘅，我係呢個嘅 MI6 嘅。喂，咁佢都會想辦法 Google 下，上個論壇問下，或者直接打電話去 MI6 度問下你有冇人打個電話俾我啊？但係中國人咧就普遍咧有呢個所謂嘅怕丟臉，就唔去同自己信任嘅人講，更加唔去主動向有關機構直接查詢，冇呢種文化，咁往往咧就想件事咧了咗佢就算啦，即係私了文化普遍。中國文化咧就好流行私了嘅，喺今天咧個司法系統裏邊咧都係鼓勵人哋私了喎，撞車又私了咁算啦，撞車啲唔係刑事罪行啦，都可以私了，強暴又可以私了，揸車撞死人又可以私了。中國文化即使喺台灣今天咧仍然咧都保留咗呢一種咧司法系統喎，就鼓勵用賠償金私了，減輕你嘅刑責，就有咁嘅情況喎。咁所以喺呢個咁嘅情況咧，華人社會咧受到詐騙咧係更普遍，個原因就係咁解啦。咁 anyway 今日就導讀咗韓冰呢篇博士論文，同埋連結咗陳奕迅、黃星呢單嘢啦。咁希望大家注意小心啲網上詐騙。以往咧有騙子咧係冒認咗我咧喺 Facebook 出 post 叫啲人咧請我女食嘢喎，即係好明顯係真係熟悉我喎，知道我有女先啦，佢就扮咗我要我咧請個女食嘢，結果有啲網友咧真係咧加咗信用卡資料咧。10蚊8蚊美元咁樣話請我女食嘢，咁呢個好明顯唔係我風格啦，我從來係講知識有價噶嘛，好似今日咁我上咗課啦，中國近代史就係講呢個嘅蔣介石1949年戰敗，遷移去台灣，中華民國在台灣嘅歷史，咁有興趣嘅網友咧就可以 join Patreon 或者 YouTube 就可以咧 VIP 會員無限重溫嘅，咁15蚊美元一個月咧就可以無限重溫啦，年費訂閱仲有 discount。所以咧，叫人請我女食嘢就唔係我 style 嚟嘅，我從來講知識有價，一分材料一分話。今日就講到呢度啦，希望大家支持啦，拜拜。